村民种的西瓜烂在地里，我好心高价回收，把2000吨西瓜一售而空。怎料分红那天，大伯却带人将我围住。父亲，你个白眼狼，自己偷偷赚了多少钱？你这是投机倒把，吸全村人的血！闻言，我将账本摔在桌上。大伯，我给村里的收购价每斤1块2，比隔壁王家村高了整整1毛钱。我赚的是渠道的钱，是我的辛苦钱，怎么就成了吸血？然而村里人却不依不饶，纷纷指责我赚黑心钱。见状，我收起账本，郑重宣布：行，既然大家觉得我赚了黑心钱，那从明年起，你们傅家村的西瓜我1斤都不要了。可后来，西瓜烂在地里，全村人却跪着求我回去。此刻，大伯傅建国带着一群村民拦在我面前。大伯，有事？有事是大了，你小子长本事了。回村1年，打着帮乡亲们致富的旗号，背地里吃了多少回扣，赚了多少黑心钱？这话一出，傅建国身后的村民立刻骚动起来。是啊，父亲，听说你这次卖瓜赚了几十万呢。我听说城里人买我们的瓜都5、6块1斤，到我们手里怎么就1块2了？我的天，这中间的差价都让他一个人吞了，太黑了。我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神色平静。去年村里的西瓜因为交通不便，被2道贩子几毛钱收走。见此，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利用自己的人脉和经验，帮村民们牵线，将2000吨西瓜一售而空。刨去物流、仓储、包装和渠道费用，我赚了20多万。可为此，我没睡过一个好觉，甚至承担了所有的风险。但在他们眼里，我这20多万是从他们牙缝里抠出来的。我看着傅建国，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大伯，你说我赚黑心钱，搞投机倒把，那我问你，去年王家村的瓜贩子给多少钱1斤？那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去年王家村的瓜最高8毛，大部分是6毛5到7毛，我给咱们村的1块2，是不是事实？见傅建国不说话，我从包里抽出几张纸，是我特意打印出来的采购合同和给邻村的报价单。这是我给隔壁李家村张家庄的收购合同意向书，我给他们的价格是1块1毛5，给咱们村我多给了5个点，是不是事实？这下傅建国彻底说不出话了。我环视一圈，对着所有村民说：我父亲对得起傅家村，对得起每一位乡亲。我赚的钱是我开拓渠道、承担风险、通宵达旦换来的，我把你们当亲人，才把最高的利润留给你们。没想到在你们眼里，我倒成了一个罪人。那你也还是赚了大头啊！凭什么你动动嘴皮子，比我们这些在地里流血流汗的人赚的还多？好，说的真好。既然大家觉得我占了你们的便宜，觉得我赚的是黑心钱，那从明年开始，你们傅家村的西瓜我1斤都不要了，你们的好瓜就留着卖给那些不黑心的贩子吧。说完，我不再看他们一眼，径直离开了。当天晚上，我接到了我爸的电话。父亲，我听你大伯说了，你怎么能跟全村人对着干呢？快去给你大伯道个歉，这事就算过去了。咱们都是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爸，我没错，为什么要道歉？你没错，你大伯说你让他下不来台，他是村长，是长辈，你顶撞他就是不对。咱们家在村里本来就人微言轻，你这样一搞，以后还怎么做人？爸，这事你别管了，我有分寸。你有分寸，你的分寸就是把所有人都得罪光吗？听到我爸说的，我沉默了。我知道，跟我爸这种老实巴交了一辈子的人是讲不通道理的，在他眼里，人情大于一切，权威不容挑战。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吹风。当初我满腔热血的回来，想带着乡亲们一起过上好日子，可没想到换来的却是猜忌和诋毁。最让我难受的是大伯说的那番话。当初我提出要搞电商卖瓜，他第一个反对，可后来他看到我真的拉来了订单，又立刻换了一副嘴脸，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如今看到我赚了钱，他又眼红了，煽动村民来对我发难。正想着，大门被敲响了，打开门，是我堂弟傅强，傅建国的独生子。父亲，我爸让你过去一趟，说是一家人，有事坐下来好好谈。一家人？白天在村委会，他可没把我当一家人。你少废话，我爸说了，今天这事是他不对，他给你摆一桌算是赔罪，你赶紧的，别磨叽。我知道他们无非是想换个地方继续对我进行道德绑架和威逼利诱，但我还是去了，因为有些话必须当面说清楚。见到我，大伯母立即热情地招呼我：父亲来了，快坐。来了就好，坐，一家人没有隔夜仇。说着，傅建国给我倒了一杯酒。父亲，今天白天的事是大伯不对，大伯也是为了村里好，怕你年轻走了歪路。来，大伯自罚一杯，这事就翻篇了。说完，傅建国一饮而尽，然后期待地看着我。我端起酒杯，却没有喝。大伯，这酒不错，不过这篇恐怕翻不了了。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都给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我放下酒杯，看着傅建国，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白天说的话不是气话。明年的瓜我不会再收了。父亲，你别给脸不要脸，你真以为没了你，我们傅家村的瓜就卖不出去了？我告诉你，想收我们瓜的人多的是。是吗？那祝你们卖个好价钱。说完，我便站起身，准备离开。傅建国见我要走，彻底撕下了伪装。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大伯，你也别想在傅家村待下去。大伯，从你煽动村民污蔑我赚黑心钱的那一刻起，在我心里你就已经不是我大伯了。至于傅家村一个容不下真心做事的人，只容得下猜忌和贪婪的地方，不待也罢。说完，我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去。刚走出不远，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喂，请问是傅金、傅老板吗？我是，您是？哎呀，傅老板，
总算联系上你了，我是隔壁李家村的村长李爱民啊。我听王家村的人说，你卖瓜的本事可大了，不知道你对我们李家村的瓜感不感兴趣啊？听到李爱民说的，我的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第二天一早，我便去了李家村。车刚到村口，我就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带着几个人站在那里，正是昨天给我打电话的李家村村长李爱民。哎呀，傅老板可把你给盼来了。李村长，你太客气了，叫我小傅或者父亲就行。那行，你现在可是名人，必须叫傅老板。李爱民说着，便拉着我往村委会走。走，办公室里泡了新茶，咱们进去说。我跟着李爱民来到村委会，进了办公室，李爱民亲自给我倒了茶。傅老板，不瞒你说，昨天我给你打电话，心里还是打鼓呢。我听说你跟你自己村里闹了点不愉快，是他们觉得我赚了差价，是黑心钱。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傅建国那个人心眼比针尖还小，一群蠢货，放着财神也不要，非得把人往外推。傅老板，你别跟那帮人生气，不是的，你费心费力打通了销路，你赚钱天经地义，你不赚钱，谁还愿意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我们李家村的瓜品质不比他们傅家村的差，产量也差不多。你要是愿意收我们的瓜，价格方面你看着点，只要比那些瓜贩子高就行，我们绝不多说一个字。我看着李爱民真诚的脸，心里涌上一股暖流。于是我放下茶杯，对他说：“李村长，谢谢你的信任。如果合作，价格上我肯定不会亏待大家。我给傅家村是1块2，给你们，我可以给到1块1毛8。1块1毛8，这可比我们预想的高太多了。去年我们最好的价格才7毛5啊。但是我也有我的条件。你说，别说一个，10个我们都答应。第一，所有西瓜必须按照我的标准进行分级 ，A 级果、B 级果，价格不同，不能以次充好。第二，采摘、运输必须听我统一调度，保证效率和品质。第三，我需要村里提供一块场地，作为临时的分拣包装中心。没问题，完全没问题，我亲自带人监督。场地就用村委会这个大院子，够不够？不够，把旁边的小学操场也给你用。听到李爱民说的，我笑了笑，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份合同递给他。李村长，这是预收购合同，我先预付20万定金，等明年开春，我们再根据具体行情签订正式合同。预付定金。李爱民和旁边的几个村干部都惊呆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还没见到瓜就能先拿到钱。李爱民接过合同后，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然后对我说：“傅老板，你这个朋友，我们李家村交定了，以后你就是我们李家村最尊贵的客人。”说完，李爱民便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盖上了村委会的公章。见状，我当即通过手机银行将20万转过去。到账短信的提示音响起时，整个办公室都沸腾。签完合同，我向李爱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李村长，光是卖圆瓜，利润始终有限。我的想法是，我们能不能合作，搞一个品牌出来？品牌？对，就是给西瓜取个好听的名字，设计漂亮的包装，注册商标。这样一来，一个西瓜的附加值就能翻好几倍。以后我们不光卖李家村的瓜，还可以把周边村子的好瓜整合起来，统一品牌，统一标准，把我们的干枫果叶做成一个响当当的牌子。听我说完，李爱民愣愣地看着我，他大概从没想过，一个小小的西瓜还能有这么多门道。转眼到了第2年夏天，西瓜成熟的季节，李家村的瓜因为得到了我的技术指导，无论是品相还是甜度，都比往年高出不止一个档次。我调来专业的冷链物流车，将西瓜分拣、泡网、装箱，每一个箱子上都印着我精心设计的品牌 logo 干枫，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源自山野，甜如初风。第一批西瓜，我没有走传统批发市场，而是通过我的电商平台和几个1线城市的精品水果店进行线上预售，定价88元一箱，一箱2颗。这个价格让李家村的村民们啧舌，他们从没想过自己种的瓜能卖出这样的天价。预售链接上线的当天，仅3个小时，5000箱西瓜全部售罄，后台订单数据不断刷新，客服电话被打爆，许多没抢到的客户纷纷留言要求补货。当我告诉村民们这个喜报时，整个李家村都沸腾，而这个消息也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到了傅家村。据说傅家村的人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不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个破西瓜卖88一箱，抢钱啊！就是，肯定是假的。父亲的小子在吹牛，8成是跟那个李爱民合起伙来骗人的，想抬高价格。他们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心里已经开始犯嘀咕。于是傅家村派出富强来打探消息。富强来到李家村，便看到许多大货车开进村委会大院，而我和李爱民正坐在一张桌子旁，桌上放着一个打开的箱子，里面放着一沓沓100元大钞。看到那些钞票，富强整个人都傻了。等他回村把看到的告诉村民们后，整个村彻底炸了锅。那些曾经骂我黑心的村民，肠子都悔青了。我的娘啊，一天就卖了40多万。那我们去年卖的那400万斤得损失多少钱啊？都怪傅建国，要不是他带头闹事，今年这好事就是咱们村的了。现在说这些有啥用？人家父亲已经不认我们了。而对我来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第一批瓜大货成功后，
我立刻将 B 级果投入社区团购渠道，同样被一抢而空。剩下的 C 级果，我供给本地的奶茶店和餐厅，做成西瓜汁和果盘，实现了价值最大化。第一个月结算，纯利润超过了300万。我按照合同，将其中60%的利润打到了李家村的集体账户上。当李爱民在村民大会上宣布这个数字时，台下鸦雀无声。几秒钟后，爆发出一阵猛烈的欢呼，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们种了一辈子地，做梦都没想到能靠土1个月分到这么多钱。那天晚上，李家村摆起了流水席，全村人请我上座。李爱民代表全体村民给我敬了3杯酒。傅老板，以后你就是我们李家村的永久荣誉村民，你的事就是我们全村人的事。我看着全体村民，心里无比通透。良禽择木而栖，离开傅家村后，我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海阔天空。李家村这边热火朝天，喜气洋洋，而傅家村则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他们的西瓜也熟了。往年这个时候，村口早就停满了前来收购的货车，而今年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傅建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先给去年那些压价的瓜贩子打去电话。王老板啊，我是傅家村的傅建国啊。对，我们村的瓜熟了，您看什么时候过来啦？是傅村长吗？你们村去年不是跟了个大老板发大财了吗？怎么还看得上我们这种小本生意啊？哪里，王老板您说笑了。今年我们还想跟您合作。合作行啊，不过今年的行情可不比去年了，5毛1斤，爱卖不卖。5毛？去年你还给7毛呢，怎么今年还降了？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你们去年把我们这些老客户都得罪了，今年还想卖高价？做梦吧！我告诉你，傅建国，不止我们这几个跑运输的都商量好了，你们傅家村的瓜，谁给超过5毛5，谁就是孙子，你们就烂在地里吧。说完，瓜贩子便把电话挂了。傅建国握着手机，整个人颤抖得厉害。他不信邪，又托关系找了几个新的收购商。几天下来，傅建国整个人都瘦了一圈。村民们开始还指望着他，后来渐渐变成了失望，最后直接成了愤怒。傅建国，你不是说没了父亲，我们村的瓜照样卖吗？现在呢？买家在哪儿呢？是啊，李家村那边一斤瓜卖到10几块，我们这5毛都没人要。你这个村长是怎么当的？当初就是你带头把父亲给气走的，现在好了，你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傅建国被村民们堵在家里，连门都不敢出。而此时，我的甘风果业已经步入正轨，我不再满足于只收购李家村的瓜，而是将业务拓展到了周边村子。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我的名声也越来越响，周边村子的村长都拿我当座上宾，3天2头请我吃饭，商讨合作，因此我成了名副其实的西瓜大王。这天，我正审批一份计划书时，李爱民兴冲冲地跑了进来。傅老板，大好事！市里的农业频道记者要来采访我们，说是要把我们甘风果业当成乡村振兴的典型来报道。闻言，我笑了。我知道我的事业即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市电视台的采访非常成功，节目播出后，甘风果业和我的名字在本地彻底火了，不仅引来了更多订单，甚至还有投资人找上门，想要给我投资。钱越赚越多，我那辆半旧的车也有些不够用了，于是我全款提了一辆新车。提车那天，李爱民带着村干部买的鞭炮在村口放，比我自己还高兴。见状，我笑了笑，心里却想着另一件事。傅家村里还有2户人家，我需要去一趟。一户是村东头的哑巴三叔，他是我远房的本家，因为不会说话，一辈子受人欺负。去年所有人都指责我的时候，只有他想为我辩解，却被我大伯一把推开。另一户是村西头的王奶奶，她无儿无女，是个无保户。小时候父母外出打工，我没少在她家蹭饭。这次回来，我也时常给她送些米面粮油。做人不能忘本，有仇要报，有恩更要报。于是我开车朝傅家村的方向驶去。车开进村里后，全部村民都呆愣地看着我，我没有理会他们的目光，直接在三叔家门口停下车，然后和李家村跟来的2个小伙子一起把买的东西搬了进去。三叔看到我，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地拉着我的手，眼眶都红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不用客气，然后我又开车去了王奶奶家。王奶奶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让我别跟村里人一般见识，说她知道我是好孩子。我从村西头开出来，准备离开时，却被富强拦住了。父亲发财了，开上这么好的车了。有事？没事，就是想跟你聊聊。怎么说也是一家人，你发了财，是不是也该拉扯兄弟一把？拉扯你？我记得去年有人说我是白眼狼，怎么现在想跟白眼狼攀亲戚了？父亲，你别得意，你不就是靠着我们傅家村的瓜起家的吗？你现在赚了钱就忘了本了，信不信我今天就把你这车给砸了？我没说话，直接按下了110。喂，警察同志嘛，我在傅家村有人拦路抢劫，还扬言要砸我的车。对，车牌号是……富强听到我说的，瞬间就傻眼了。你来真的？你看我像开玩笑吗？或者你想试试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车头硬？富强吓得一哆嗦，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最后他不情不愿地挪到了一边。我收起手机，开车离开了。几天后，一场暴雨突如其来，傅家村的西瓜大片大片的开裂腐烂，几乎毁于一旦。田间地头到处都是村民们的哭喊声和咒骂声。老天爷啊，你不开眼啊，这还让我们怎么活啊？完了，全完了，1年的收成全泡汤了。都怪傅建国，要不是他，我们的瓜早就卖出去了，哪会遭这个罪？村民们的怨气不约而同地洒到了傅建国身上，于是几10个村民将傅建国家的院子围得水泄不通。傅建国，
你给我滚出来！赔我们的损失，你把我们的血汗钱还给我们。你这个丧门星，是你把我们傅家村给害了。傅建国和他老婆孩子吓得躲在屋里，连灯都不敢开。这场闹剧一直持续到深夜，直到乡派出所的民警赶来，才勉强将人群劝散。但所有人都知道，傅建国一家在村里彻底待不下去。这些消息自然也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但却并没有太大的快意。我只是觉得可悲，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天晚上，我准备休息时，院子的大门被敲响了。我打开门，看到一个女人站在门口。是张婶，那个当初在村委会第一个跳出来指责我的女人。父亲，有事吗？张婶把手里的篮子往前递了递，篮子里是10几个土鸡蛋，上面还沾着泥水。这是婶子家自己养的鸡下的蛋，你拿去补身子。可我没有接，只是直直地盯着他。父亲，婶子错了，婶子当初听了傅建国的挑唆，才说了那些混账话。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这些没见识的村妇一般见识。求求你再帮我们村吧，我们家的瓜全烂了，下半年的米钱都不知道在哪儿，求你了。张婶，你起来吧，鸡蛋你拿回去，东西我不会收。当初你们指责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也是傅家村的人？你们把我当仇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给你们的价格比任何人都高？路是你们自己选的，至于帮你，抱歉，我做不到。我的公司不和没有信用的人合作，我的善心也不会给一个曾经捅我刀子的人。说完，我直接关上了大门，报纸也下了几天。经此一劫，傅家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背上了债务，许多青壮年不得不背起行囊外出打工，整个村子一下子萧条了许多。傅建国一家在村里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没过多久就灰溜溜的搬走了。经过选举，一个叫傅老师的中年人当了新村长。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修复和我的关系。这天，分拣中心门口忽然变得热闹非凡，傅老师带着傅家村剩下的几十个村民敲锣打鼓的来了。他们还拉着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父亲荣归故里，带领乡亲共创辉煌”。这阵仗搞得全部工人都跑出来看热闹。当时我正在和市农业局的领导谈合作，听到外面的动静，我不禁皱了皱眉。这时，李爱民跑了进来：“傅老板，傅家村那帮人又来作妖了，在门口又跪又拜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上坟呢。”我示意农业局的领导稍等，然后站起身走到了门口。傅老师一看到我，立刻扬了手。父亲，哦不，傅总，我代表我们傅家村全体村民来给您赔罪了。说完，傅老师带头就要往下跪，我及时出声制止了他。傅村长，有话就说，别搞这些虚的。傅总，以前都是我们的错，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我们现在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傅老师说完，他身后的村民也纷纷附和。是啊，父亲，我们都后悔死了。你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看在大家都是一个姓的份上，你就拉我们一把吧。我静静地看着他们表演，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等他们说的差不多了，我才缓缓开口。说完了。既然说完了，那该轮到我说了。去年在村委会，你们说我赚黑心钱，搞投机倒把。好，现在我告诉你们，我到底赚了多少黑心钱。我转身对身后的助理说：“小王，把我们公司上个季度的财务报表拿过来。”很快，一份报表递到了我手上。我举起报表，对着所有人朗声说：“甘风果业上个季度总销售额1200万，净利润460万，这其中有320万是作为分红分给了李家村、张家庄等5个合作村的村民。460万，这个数字像一颗重磅炸弹，把所有人都炸懵了。傅家村的人做梦都想不到，仅仅一个季度我就赚到了这么多。”我看着他们脸上复杂的表情，继续说道：“如果去年你们没有闹那一出，那么这320万的分红里，至少有100万是属于你们傅家村的，平均到每家每户至少是2万块钱。2万块钱够不够你们孩子1年的学费？够不够你们老人1年的医药费？够不够你们把漏雨的房子修一修？可是你们亲手把这一切都给毁了，现在你们跑来求我，你们觉得可能吗？”说到这，我停顿了一下，然后再次看向傅家村的人：“回去吧，我的甘风果业庙太小，容不下你们这些大佛。”说完，我转身就走，再也没有回头。公开处刑的第2天，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在李家村旁边买下了一大片土地的使用权，我计划在这里盖一栋属于自己的新房子，再建一个果蔬深加工厂。这个消息彻底断绝了傅家村最后的念想。他们知道我是真的要跟傅家村做个了断。动工那天，李爱民带着全村人来给我道贺。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三叔。他站在人群的外围，不敢靠前，只是远远的看着。我朝三叔招了招手，他愣了一下，有些受宠若惊的跑了过来。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将一个信封塞到三叔手里。三叔，这是10万块钱，你拿去把家里的老房子翻新一下。三叔吓了一跳，连忙摆手要把信封退给我。三叔，你听我说，去年所有人都骂我的时候，只有你站出来想为我说话，这份情我父亲记一辈子，钱你必须收下。另外，我这个新厂盖好了，还缺一个看管仓库的，你要是愿意，就过来帮我，包吃包住，1个月给你开5000块钱的工资。我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我会对一个在村里最不起眼的哑巴如此看重。三叔没有再推辞，而是对着我深深的鞠了一躬。我扶起他，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就是要让所有人看到，我有恩必报，有仇也必报。我的善良和资源
只会给那些值得的人。这件事很快就传回了傅家村，村民们听了反应各不相同，他们知道自己彻底失去了这个机会。而另一则消息则让他们的心情更加复杂。傅建国因为在任期间独断专行，给村集体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被几名村民联名告到了镇纪委。镇里核实了情况后，给予了傅建国开除党籍的处分，并追缴了他之前贪占的一些集体财产。虽然他人已经跑了，但这个处分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彻底完结，而当初那些跟着他一起闹事的村干部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和处分。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恶人终究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异常平静。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都已经付出了代价，而那些曾经的恩怨也该画上一个句号了。半年后，我的新家落成了，旁边的加工厂也已经投入使用。我把父母从外地接了回来，他们看到我的新家和事业，激动的说不出话来。我爸拍着我的肩膀，一个劲地说：“好小子，有出息了，比爸强。”那天过后，我爸再也没有提过让我回傅家村，让我跟大伯道歉的话。搬家的那天，阳光明媚，傅家村的村民站在不远处，沉默地看着这一幕，他们的眼神很复杂，仿佛被搬走的不只是我家的东西，还有这个村子最后一丝翻身的希望。傅老师提着一篮子鸡蛋，想上前跟我说几句话，但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有过来。我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只是在离开前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我生活了20多年的村庄。车子缓缓启动，驶离了傅家村。村口，李爱民带着李家村的几个村干部早已等候在那里。一见到我，李爱民便递给我一个大大的红包。傅老板，恭喜乔迁新居啊！我笑着接过红包，开口道：“李村长，你太客气了，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邻居了。”哈哈，那可太好了，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小傅啊，你当初离开傅家村是最正确的选择，跟一帮糊涂蛋是做不成事的。我点点头，深以为然。告别了李爱民，我开着车驶上了公路，阳光透过车窗洒在我的脸上。我看着前方的道路，知道那通往的是我的未来，一个真正海阔天空的未来。至于傅家村，那个曾经带给我温暖，也带给我伤害的地方，再也不见。